牙丽有它迷人的颜色，路边的树叶仿佛一夜之间都变黄了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耀眼。迎着明媚的阳光，带着阳光般的好心情，我带大家去逛逛多瑙河畔的2个不同风格的小镇——圣安德烈和维谢格拉德。我们开车30分钟到达了多瑙河旁边的一个小镇——圣安德烈小镇。这是一个彩色的小镇，让我们去看看吧。圣安德烈小镇坐落在匈牙利北方，距离布达佩斯20公里左右，是一座幽静安详的匈牙利古镇。从小镇的入口慢慢逛，不一会儿就可以走到圣安德烈的中心广场。屹立在广场中央的巴洛克风格十字架纪念碑是由商人募捐建造，于1763年建成的，用来纪念小镇幸运地躲过了瘟疫灾害。今年的疫情又给它赋予了一份特殊的意义。蜿蜒的街道从中心广场延伸出去，沿路分布着诸多巴洛克式建筑、博物馆、画廊、餐馆、咖啡馆和很多有意思的小店。我从诸多冰淇淋店中挑选了这家主打薰衣草紫色的小店，第一次吃到薰衣草口味的冰淇淋。小店充满小资情调的装饰和橱窗里的摆设，浓缩了圣安德烈小镇骨子里流淌的热情和浪漫。小镇虽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和热闹，却有着瑰丽的色彩和宁静的生活。古色古香的小巷、原石铺成的小道，以及风情万种的小店，构成了圣安德烈浪漫优雅的街景。漫步在街巷间，让久居都市的人们感受到了一份难得的闲适。这些年代久远的老物件写满了沧桑的故事，每一道斑驳的痕迹都记录着圣安德烈过去的时光岁月。是一座彩色的小镇，每一个房子都有它自己的颜色，就像这张长椅一样，每块木板都有它自己的颜色，真的很漂亮，很喜欢这里幽静的状态。小镇狭窄曲折的街道和古老迷人的房屋里，藏匿着许多小餐馆，随便一家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几个世纪的岁月变迁，小镇上云集了很多流浪艺术家，给小镇带来了不少艺术气息。现在，小镇上依然有画廊和手工艺品作坊，大大小小的商店遍布其中，他们给小镇带来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氛围。漫无目的的在这些小店中闲逛，也是一种享受。这间以绿色为主色调、带有巴洛克风格的小店，是匈牙利最有名的巧克力杏仁糕生产商 Szamos 开的甜品咖啡店。小店环境复古典雅，如宫廷般的精致。店里出品匈牙利最好的巧克力杏仁糕，各种甜品也都十分的精致可口。这
家精致可爱的糖果店，出售各种特色糖果、果酱及巧克力，种类丰富，琳琅满目。小镇上有很多情调优雅的咖啡馆，累了就可以找一家坐下，点一杯咖啡，或者坐在小镇的长椅上，慢慢消遣午后慵懒的阳光。离开圣安德烈，我们开车前往维谢格拉德小镇。开车30分钟，我们到了维谢格拉德小镇。维谢格拉德由于其便利的设施和重要的战略作用，在历史上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。由于天色近晚，我们今天只能游览马蒂亚斯国王博物馆。我们现在到了维谢格拉德马蒂亚斯国王博物馆，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这座历史遗迹吧。这座遗迹的前身是查尔斯·罗伯特的联排别墅，在14世纪的后半叶才发展成一座豪华的宫殿建筑群。在路易一世和西吉斯蒙德时代，宫殿一直是匈牙利国王的官邸。从入口进来是安茹时代食材商店，这里有3个房间，据说第3个房间曾经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酒窖。今天这里展示了马蒂亚斯时代最重要的宫殿雕刻，这些废弃的雕刻品碎片很好地展示了中世纪石雕师们的艺术造诣。宫殿的中心是位于建筑群东北部的皇家公寓，这是一栋3层高的方形建筑，工人住在1楼，高层的2层则是国王和王后的冬夏居住点。位于皇家公寓中心的大力神喷泉是宫殿最著名的装饰品，在喷泉周围重建了西吉蒙德时代的观赏庭院，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梁廊。在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梁廊上行走，人们可以想象到马蒂亚斯国王时期，宫殿里的贵族们在这里来回走动，因为大部分的皇家套房，尤其是王后、国王的套房，就在回廊的2旁。店里有很多房间，大部分都是基于考古发现而重建的皇家套房。现在大约有20个房间对外开放，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，你会发现很多的改建和复制品，有豪华的贵族客厅，设备齐全的皇家厨房，温暖的皇家寝室及漂亮的瓷砖炉，都真实还原了原来的状态。
建有一个带围栏的小花园，这里曾经是皇家花圃，种满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玫瑰花。北侧有一个与宫殿几乎大小相同的围墙花园，花园的中心是一个红色大理石喷泉，四周对称分布着各类花坛。西吉斯蒙德时代的花园可以追溯到15世纪，那个时候的花园应该种满了果树和葡萄树。漫步在皇家花园，仿佛看到了中世纪皇宫贵族们在此赏花散步。和1484年之间，马蒂亚斯宫殿建筑群以晚期哥德式风格进行了重建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被用于装饰，这是该风格首次出现在意大利以外的欧洲。1544年被土耳其围困以后，宫殿变成废墟，到18世纪，它已完全掩埋在地下。发掘工作始于1934年，一直持续至今。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。结束了今天的行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啦。